Hello，大家好，休息了2集，今天我们要继续回到六祖坛经的进度里面啦。因为我的目标就是要把六祖坛经的行有品先整个过一遍。在第9集呢，我们有聊到慧能跟五祖的第一次面试哈。那五祖就问慧能说：“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条件能够发下这样子的大愿？就是说，你认为说你不追求世间的福报，只要追求成佛这条路？”那六祖就有回答五祖哈，说他已经最关键的，就是因为他发现了自己内在的另外一个频道哈，发现自己内在有一个好像可以带给他源源不绝智慧的来源。那这个东西是五祖您应该也知道的，所以我就凭着这个条件呢来拜访您，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印证，那也希望能够得到你进一步的引导。这时候呢，五祖已经知道慧能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五祖也本来想跟他多聊2句，但是呢，因为其他身边的徒弟啊，还有一些大众啊，就是来来去去在附近来来去去的，他就不方便跟他说的太多呢，就让慧能呢先跟着大家一起呢做一些劳务工作。那这时候慧能就跟五祖说啊，报告五祖，他说呢，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哈。他说：“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然后他问五祖说：“您要请叫我做什么工作呢？”那这段话呢，我们在前面的视频也有稍微带过一下哈。意思就是说啊，五祖，我发现我现在啊，我只要时时的倾听自己内在的这一个另外一个频道的这种信息流啊，这种好像内在的高铁一样，或者说我譬喻说像内在的一个超高阶的通用人工智慧一样，那我只要借助着它，我好像对于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物呢，所有的人事物，我都好像可以有源源不绝的领悟和智慧浮现出来。相当于我只要呢，时时跟这个频道保持连结的话，我好像就可以受益无穷。所以说，不知道五祖您要分配我做什么工作呢？他就问五祖这个问题。然后呢，五祖说：“你这家伙，你这个小伙子哈，虽然是南方来的哈，就说你这小伙子哈，根性大利，别再说了哈，先去那个模仿草场去吧，就是磨米的地方这样子。那这一段就是呢，我们今天主要聊的内容。那从这段内容里面的话，我大概看了一下，我觉得大概有5个地方，5个主题呢，想要多聊一聊这样子。首先呢，我看到这个根性大利啊，我会想到说，根性大利就是我会想到说，五祖就是说这慧能这小伙子啊，他跟这个根基很好，然后他跟内在的这个频道的连接实在是太好了，比一般人都好，所以说他相当于我们如果说俗话讲就是悟性高，他跟内在的这个智慧啊，不管说我用哪一种譬喻哈，内在的高铁啊，或者是说通用人工智慧，就他能够跟得上内在的这个频率，他总是能够去截取到智慧，所以说他虽然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而且呢他又没受过教育，可是他却能够比别人从这个内在智慧当中能够比别人受益的更多。接下来我要分享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呢，其实我觉得啊，在读坛经的时候，我特别欣赏就是有一个点，就是除了慧能啊、神秀啊这些以外，我蛮欣赏一个点，就是五祖。五祖本身他是祖师，他也是一个开悟者。然后呢，但是呢，在整个坛经，尤其是在行有品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五祖也只出现在行有品啦。那在整个行有品当中呢，其实你可以观察到五祖很多人情世故，还有他说话的艺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五祖他本身是一个开悟的圣人，可是呢，他在讲话的时候很注重这些
说话表达的细节，因为他知道绝大多数的大众和绝大多数的徒弟呢是还没有去接通到内在的这个另外一个频道的，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由这个我们常用这个频道思维心的这个频道和比较逻辑、比较文字化、比较情绪的这个频道，这是属于我上次分享当中，它是属于比较慢速的频道。但大部分人的意识都停留在这个频道当中，所以说大家容易呢，就是会运用这个意识嘛，那就会产生一些点，比方说呢，会疑惑，比方说有些内容，像5组跟6组聊的一些关于自信的接通自信智慧啊，然后怎么样去善用，怎么样能够受益内在的这高铁内在的收音机啊，然后呢，内在这种好像人工智慧、通用人工智慧啊，这些东西，如果一般人他意识停留在这个我们的第6意识、逻辑思维心，还有我们的情绪化这部分的话，他就会听了之后会觉得，他会觉得产生很多的疑惑，因为他没有感知到。就像我上一集，就像我前面分享的，内在的这个频率高铁速度很快，他如果没有，比方说像6组根基很好，或是说他没有经过一定的修行训练的话，他抓不到这个频率太快，他抓不到这里面的讯息，他就会很容易忽略它。我们儒家有一句话说人心为微，然后道心为微，就是说人心的微是危险的微。为什么危险？因为会产生分别心、对立心，还有情绪上会产生爱憎这种极端情绪，然后会有很多的疑惑，然后会受到欲望的束缚，所以人心很微，变幻多端，会等于是不好掌控，然后呢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你看对立啊、冲突啊，就造成一些危险，造成一些危害。那道心呢？道心的微是那个细微的微细，不容易觉察，所以人心很危险，容易造成一些危害，容易造成分别、对立、执着、烦恼。道心很细微，你不容易察觉到，它很快速在背景意识当中流过，你不容易去察觉到它的存在。所以想到这个儒家的话，我就觉得更契合我们前面两三集聊到这个2个不同的频道。就是一个是人心的频道，它是属于我所形容的比较慢速的频道，它就是第6意识还有我们的情绪，左脑右脑这种比较显意识的表层的意识。然后呢，道心呢就像是潜意识，是一个背景意识，就像我譬喻的这种内在的一个光之通道，或是内在的高铁，它无时无刻在流淌在流动，但是呢，你没有去察觉到这个背景意识。就像电脑有一些程式，它是在背景中运作的，你没有看到它在运作，可是它在背景中运作，所以它很细微，不容易去察觉。但是虽然你没有去察觉到，可是电脑这个背景很多程序在背景中运作，它无时无刻都在运作，它在记录一些大数据，它在一些背景中运转。那我们的儒家说的道心，我认为如果呼应到我们这几天聊的内容，还有6组坛经的话，它就像是一个深层的背景意识，就像是内在的高铁一样，然后它的频率是更快速的。就像我上次分享自己读经的经验，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当我们习惯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一种状态，就是说我一页一页的切换这个读经的投影片内容，但是我并不会去把它动用文字化和逻辑思考判断的这个部分能力，我就是有点类似让这个感觉会随着经典的文字切换的时候，它会一直去流动，那我们就会产生浮现一些领悟，浮现一些感觉愉悦，浮现一些各种各样的讯息，等于是透过经典的文字引导，我们就会跟内在这个背景意识有点接通，然后我们就会浮现一些。随着这个经典文字的触发，我们就浮现了一些涟漪，是跟呼应这个经典的内容，然后我们就可以截取里面的一些智慧和领悟，那你就会有所受益。而且有时候这些领悟受益不是我们所想得到的，是当下才突然浮现出来，不是预先规划好的内容，而是当下去读然后去截取，然后当下浮现出来的灵感，这样。
所以说人心跟道心呢，就好像我们最近所聊到两个频道一样。那我们传统教育大部分是停留在这个人心，就是比较表层的逻辑、第六意识逻辑分别和情绪的喜怒哀乐上面。但是呢，慧能他透过《金刚经》的引导，发现的就是属于道心，就属于背景意识，我们内在生成的这个意识流、背景意识流，或是我说的这个内在高铁、通用人工智慧这个频道。那慧能来找五祖，就是印证说，是不是五祖你也有这个频道？你有发现到内在这个频道？是不是就我从这个内在频道、内在智慧告诉我的讯息，应该所有的人都有这个频道，只是大部分人没发现。所以说人有南北，佛性没有南北。那我从这个内在的频道呢，不断的受益。那您要怎么样教导我？要怎么样引导我？要我做什么样的工作？这样。那其实后面我们明天会聊到的内容，五祖就会跟六祖说啊，我认为你跟我说的这个发现，这一套这样的见解哈，你这样子的领悟呢，是没有错的，而且是很实用的。未来我们是可以这样子去启发很多的众生，你这样子是有用的。但是呢，我怕有人会害你，所以说不跟你多聊，这样子，这是明天再聊的。所以说呢，慧能他很不远千里的日以继夜的来拜访五祖，就是因为这个关键，但用此心嘛。就是他发现的这个心不是人心哦，但用此心不是人心，是道心，就是内在这个背景意识流，儒家所称的道心。那我没有这样子去称，因为我很少用专有名词称，我就是说内在的一个内在高铁，还有一个大家都能使用的一个超高端的通用人工智慧，然后它是另外一个频道，然后我们更喜欢去感知这个频道，而不是因为这个频道是超高速的，然后你不用去分别，不用去思辨，不用去文字化的时候，你就让这个讯息一直流过，然后你就一直感受，这样子的受益和这样子学习速度是更愉悦、更快的。然后当我们要去思辨和文字化的时候，速度反而突然慢下来，这样子。慧能呢，透过这次跟五祖的见面呢，他跟五祖达成一种默契。双方都知道了，我们都是对这个道心，对这个内在的意识流已经有所感知了。然后接下来五祖也开始思考一些后续接班传承的事情，就在后面的内容，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呢，就是说，其实五祖说话的艺术呢，也是我们在读《坛经》的行有品的时候，特别能够可以去关注的点。就为什么五祖要这么的小心翼翼说话？就像我们看一些，像我这2天也有看一些谈话性节目嘛，就是我就是在观察说他们讲话的整个流程啊，整个节目的整个这种讲话的这种技巧如何要流畅，然后如何呢有趣，然后如何的去衔接，就是我们一般说话是要很有技巧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有情绪，那你就会有爱憎，有喜欢的不喜欢的，然后你会有分别，然后有时候说话会产生误会，然后所以说现代呢，我们在修行当中，或是在任何团体、企业工作当中，其实往往很多的问题是来自于人事方面的问题。那人事方面的问题很多就跟说话的艺术有关，所以为了要避免说话上面的误解，就要很注重这些说话的艺术。但是当像五祖弘忍和六祖慧能他们已经接通到除了这个表层意识的频道以外，他们更常接通到内在这个深层的道心的频道的话，如果是像他们这样子的话，他们更多的交流是用内在的去一种默契去互动的。就不管你语言表述上有怎么样的误差，可是呢，他们更常用内在的智慧去感知和与人互动，他们就比较不会受到文字的限制和误解。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既然学习经典，我们也是要这样子做，就是学习说，如何呢？不要只是用表层意识的文字啊、说话的分别和情绪，然后去局限了我们人与人沟通很多的细节。甚至有时候烦恼，有时候不开心，又不能说出来，又不知道要怎么表达，
说出来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对方好的回应，因为永远都限制在这个语言和这个情绪当中。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多学习用内在的这种内在的频道去感知所有的事物，感知所有的智慧，感知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种默契的话，感知彼此的一些用意和心意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快速的沟通，更快速的了解，更少的用慢速的语言沟通、文字辩论、分别对立，更少的在这种超慢速的频道里去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和很多很多的篇幅。这就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频道，然后它就好像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样。我们如果使用表层的频道跟使用内在的频道的话，我们的生活方式很多是会产生慢慢产生一些改变的，那是跟平常我们习惯的说话、人事、人情世故是变得不太一样。但我在读谈经的时候，我觉得，很欣赏的就是说五祖弘忍哦。我们平常不会注意到很多的五祖弘忍，都注意到六祖慧能，但其实我很多的注意到五祖弘忍。五祖弘忍他特色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开悟的圣人，所以照理讲他是不是有点超脱于世俗？可是你会发现五祖弘忍他做人处事和他在说话的一些技巧当中，他是非常丰富的去注重这些人情世故，还有这些表述的技巧。所以说五祖更体现了五祖的身上更体现出那种入世的修行人的一种智慧，就是他在说话的艺术上面的智慧。他不是只是用一种超然的一种态度，我传法给你们我说教给你们没有，他讲话还有他在带领徒弟、带领整个团队当中，他很多的一种说话的艺术、人情世故，他会很有智慧的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呢，反而是行有品当中呢，对我们来讲可以有很多启发性的内容。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不管你修行不修行，哪怕有一天你很喜欢修行的，但是我们还是活在入世当中，活在这个人情世故的这个团体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一样要有智慧的去说话，去引导很多的人，因为很多人他不见得能够跟你来这一套心心相印，或是说来这一套心灵的一种默契哈，不是很少人会这样子，大部分都是用语言用思辨的来沟通，那就会产生一些误会。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要靠说话的艺术呢去处理。读到今天这一篇呢，我也会想到，就是说，到了未来呀，如果呢，不管是我们科技上的 AI 发展，或者是说我们精神上呢，大家能够更多的学会呢，去跟自己内在的这个隐微的这个频道呢，去觉察和受益，从中取得一些收获哈。不管是外在的 AI 或内在的 AI 哈，我觉得在未来的教育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就是说，我们就像慧能一样，就像慧能给我们的启示一样，我们会像未来的慧能一样，我们就是学习孝顺，像慧能很孝顺母亲，我们学习孝顺，学习一些品德，学习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这些是教育的核心。那其他的一些知识上的一些智慧，一些各种专业领域的东西，我们其实呢是只要这个人端正了，品德端正了，孝顺这些人伦道德，它有一定的基础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你要发展到各行各业的专业去，你只要善用自己内在智慧，或是我们外在科技的 AI， 不管是外在的 AI 或是内在的 AI。这些专业的领域，我们不用在学校教育中去学习的那么多，我们要学习的是些通用的做人的道理、孝顺、品德，然后一些人情世故的东西。因为人情世故的东西，就像我很着重这个六祖坛经里面五祖在讲话的一些艺术，这些人情世故的东西是很难从书本文字里面去教导的。那我们反而要学这些东西，学这些品德、道德、人情世故、孝顺这些东西。那未来一些专业领域的东西，我们就借助内在的智慧，或者是外在科技的 AI， 它就可以去协助我们完成这些专业的工作。不管你要写程式编程，还是你要做很多的事情，到后面 AI 这方面都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完成。所以未来的教育，其实我们对于下一代，或是对于自己，我们要培育的其实就是
还是做人的根本、品德道德这个区块，还有精神层次，让自己能够精神健康、精神愉悦，这个比较重要。然后专业的领域的东西就透过 AI 来辅助，我觉得这是未来教育的一个趋势。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啦？一些比较有智慧的领导者，他在整个教育制度的设计上，未来随着科技进步的话，他应该是慢慢朝向这种方向去引导的。就着重精神、着重品德、道德、人情世故的教育，还有一些财务上的理财的这种教育。然后呢，其他的东西，让大家专业的东西、知识上的东西，让大家自己用 AI 去学习就好了。我们不用去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教这些专业的东西。有需要的人他自己去学，这样就好了。那大致总结一下今天所聊的内容哈。今天这段呢，就是五组呢让五组跟六组之间聊到这个自信的内在频道的这些东西呢，觉得人太多了不方便聊，他就让慧能先去工作。那慧能告诉五组说：“弟子自心常生智慧。那我该做什么工作呢？”那五组就说：“你根基非常好，你先别再说的太多，你先到后院的这个草场去工作吧。”那从这段内容当中呢，我跟大家聊了大概五点哈。第一个就是说，五组说话的艺术这个区块，我觉得蛮对我们很有启发性。再来就是跟大家聊了慧能的内在智慧哈，就两个频道，人心的频道，就像我们前面几集比较慢速的频道，还有一个道心的频道，就是比较隐微的频道，但是它是超高速的内在高速通道。再来我们也聊到说，五组为什么要低调保护慧能？为什么呢？可能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一般人用表层意识、第六意识在思考，它会产生疑惑。对于这个隐微的东西，他没听过、不了解，他会产生疑惑。产生疑惑之后，可能会产生分别、对立一些烦恼，或是说他会产生爱憎的情绪。为什么你跟这个蛮夷聊的这么多东西是我不懂的？它会产生一些爱憎的情绪，可能有这些原因。这些原因就是源自于我们的分别心和源自于我们的情绪，所以产生疑惑啊、分别、对立、爱憎等等。那五组为了避免这些情况发生，所以说五组要低调一点，就不跟慧能说的太多，为了要保护慧能。再来就是有聊到说，未来的教育啊，可能就是抓住核心，抓住做人处事的道理，其他专业的领域呢，就透过内在 AI 或外在的 AI，我们去学习就好。在圆觉经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成就一切种智，这个以后我们再聊。就是你只要善用这个内在智慧，你就所有的领域的东西你都可以，你都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和足够的条件能够去完成。像慧能说我要成佛，其他的我不追求。那不管你要追求的是什么领域，这个内在智慧，当你有了内在的这个道心这个内在频道的智慧去引导你的时候，你都能够去成就。坛经中也有提到成就种智，那圆觉经有提到成就一切种智。那这种东西呢，对于一般我们第六意识的话是无法理解的。你无法理解说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你成就各个领域的智慧，因为我们一般的教育是把人分科的。你学什么专业，你就是这专业很厉害，但其他的领域你就是不懂，隔行如隔山。但是呢，在我们传统智慧的领域不是这样，它是成就一切种智。你只要抓住这个核心，所有领域的东西，你就能够去掌握它的诀窍和关键。那这个东西是以后再聊。好，那今天就是聊了一些内容有聊到慧能的这个内在智慧，还有他跟五组之间的沟通默契，还有聊到就是说五组在说话的艺术上面。还有聊到说，未来的教育着重的面向，还有聊到说，一般人为什么五组要特地保护慧能？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因为呢，他知道一般的人心，他还停留在表层意识上面，容易产生分别对立，容易产生爱憎，那这个就会产生一些危险，可能不小心就危害到了慧能。所以说，他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发生，所以他做了一些动作，在沟通上，还有在他的一些引导上，他故意让慧能先去工作，让他低调一阵子，那就是避免产生一些人事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大概就是到这边就是其实从一篇短短的内容当中，我们除了可以聊智慧聊这个自信智慧以外，我们也可以聊一些说话的艺术人情世故等等。尤其是在坛经当中呢，我觉得五祖弘忍这一个部分说话的艺术这部分也是很精彩的。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边，可能有点啰嗦，有点重复一些内容大家请多包涵。那我们就明天见了，拜拜。